昊天，哎呀，昊天呐！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没关系的，来了就好。你没事吧？昊天，大家都在等你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对不起。什么叫对不起啊？啊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晚上一夜未归，他一直都在担心你啊。今天又这么晚来，这个婚你到底结不结？结，当然结，怎么能不结呢？好了，现在新郎新娘都到了，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啊，等一等。昊天，怎么了？好了，没时间了，赶紧进去吧。有善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，我什么都听不进去。钟昊天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跟我结婚，一定会跟我结婚的。我真的没办法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。有善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昊天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有善他爸爸妈妈和舅舅都来了，你怎么可以？妈，从以前到现在，甚至是将来，我心里面都只有真正一个人，没有人可以取代她，成为我的妻子。说什么呢你？哎呀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一直以来，我都没像这一刻这么清醒过。嘿，你住手！陈伟，大街上你做什么？是我的错，我从来没有坚决地拒绝过你，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。可我不能再骗你了，如果我跟你结婚，就会害你一辈子。有善，我已经害了真真，我不能再害你，请你原谅。我不要听你说这些，一定是真真。一定是真真跟你说了什么，他让你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他真是太卑鄙了，他都已经另结新欢了，还不让我结婚，他根本就是想报复我。不是这样的，华森他根本就不是她的男朋友，那是他用来跟我离婚的借口。所以呢，他们不是男女朋友，所以你又有希望了，你又想跟他旧情复燃了吗？妈，我求你，你劝劝昊天好不好？如果他不跟我结婚，我怎么办？安安怎么办？你帮我说句话，帮我说句话。我还能说什么呀？爸妈，我求求你们帮我劝劝昊天，让他跟我办结婚证好不好？是，感情的事不好勉强。跟爸妈回去，爸妈一定会照顾你们母子的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你们照顾，我要昊天。哎，有善，昊天，我求你了，今天不结婚没关系，我们改天结好不好？只要你不要放弃我们母子。安安在求你呢，你看他，你看看安安，他在求你呢。他不像没有爸爸的，安安在求你，你看看他，你看他一眼，你就看他一眼吧。我求你不要放弃我们母子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。哎，有善，有善，有善，哎，有善，钟昊天。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有善都变成这样，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你到底想折磨他到什么时候？他心里很清楚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他。如果我跟他结婚了，那才是折磨呢。哎，你信不信我？不许打我儿子！你打吧，只要不逼我跟友善结婚，你想怎么对我都可以。
我会对安安负起责任。我愿意把我的财产、公司，所有可以弥补你的一切都给你。但我求你，放了我，也放了你自己吧。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？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我赌上我的青春，赌上我的名誉，我为你生下小安，我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你都视而不见吗？除了对不起，我无话可说。友善，你，钟浩天，你说出这种话对得起我吗？你太无情了，你太狠心了。我请你记住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。你可以不娶我，但是你妈，还有你，这辈子也别想见到儿子。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，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们的。友善，昊天，起来吧。婚姻不是儿戏，这不光是你干的问题，还关系到你跟真真的幸福。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我想清楚了，就算友善不肯把安安给我，我也认了。总之，我会对孩子负责任的。但是要逼我和他结婚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你明明心里有我，为什么还要接受别人？我知道我不能保护你，是我不对。在你离开之后，我才知道失去你有多痛。妈，妈，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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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秀兰阿姨，哎，哎呦，总算是醒了，你要把阿姨吓死了。还好还好，退烧了退烧了，要不然我都要叫救护车了。来，阿姨看看啊，秀兰阿姨，我想死你了。我也是啊，我一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就立刻赶过来了。你这个傻孩子，怎么那么傻呀？受到委屈就跟阿姨讲，阿姨会替你撑腰出气的。一声不知就躲起来，离家出走，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我就拿着你妈妈的照片，我就哭了几天几夜。我跟她说，我没脸去见她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应该回去探什么亲，应该好好的留下来照顾你啊！秀兰阿姨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伤心了，下次不可以这样了啊！受到什么委屈，赶快跟我讲，就把阿姨当成自己的妈妈，好吗？我永远陪在你身边啊！知道吗？傻孩子，感冒了还跑出去淋雨，怎么都不知道照顾自己呢？别让阿姨担心了啊！我真是太高兴了。哎，秀兰阿姨，我是怎么回的家呀？昊天送你回来的。昊天啊，
送你回来的时候，看你的那个眼神是那么的热切，哎，比你们俩当初谈恋爱的时候还要强烈。怎么，和好了？我能不能再做一天属于你的钟浩天？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要满足你。怎么了？我跟昊天，缘分已经尽了。他们今天早上应该是去领结婚证了。他和夏有善要结婚了。什么？他居然！哎，秀兰阿姨，秀兰阿姨，你别怪他，不是他的错，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。我觉得我应该向妈妈看齐，一个人过挺好的。再说了，我还有你妈。话是这么说没错呀，有的时候有个男人在身边，还不如一个人过得自在呢。哎，可是昊天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，说什么他这次一定不会再辜负你了，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。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哎呀，好了啊，都不想了啊，不想这些了啊，乖孩子，不想这些了啊。你现在身体还这么虚弱，休息吧啊，来，躺下。阿姨跟你说呀，我给你熬了美味的鸡汤，给你补补身子啊。等炖好了，我就喊你起来喝啊。睡吧啊，阿姨就在这儿陪着你啊。我要和你见面，地点观音山后山。又是他，这个夏有善啊！他找珍珍准没好事儿，你这个坏心眼的女孩儿！杨真真表面上楚楚可怜，背地里却千方百计地勾引昊天。好，昊天终于毁约了，终于不跟我结婚了。他既然这么卑鄙，我也不必客气，我绝对不会让他跟昊天好过的。没错，一定得给他个下马威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支持你，帮你对付那个女人的。不过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看起来真的很心疼。这姐姐姐夫也不站在你这边。你不要挑拨离间，我爸妈对我很好。可杨真真才是我姐夫的亲生女儿啊！你这不是亲生的，终归要差一点吗？好了，不要说了。我知道你不想听，可是我必须说。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有能力抚养你，想把你丢给他们。现在我有能力了，有山，你干脆回来吧，啊！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和小安安的。我不要你照顾，我要昊天，我只要昊天。
喂，杨真真，短信你收到了吗？还是你根本就不敢来？什么短信啊？你不要跟我装糊涂。既然你不敢来，我现在马上去你家找你。你给我等着。跟我走。哎呀，不睡了，起来活动一下。你来干嘛？真真生病了，我替她过来看看，看看你到底要耍什么把戏。我看她是自知理亏不敢来吧？理亏的是你吧？啊，抢了人家的老公还这么嚣张！哎呀，这小三儿我倒是知道是很无耻的，可是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。哎，说话客气点。对夏有善这种狐狸精，用不着客气。你左一句小三儿，右一句小三儿的，你骂够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小三儿是杨真真，狐狸精也是杨真真。她明明跟昊天已经离婚了，却还破坏我跟昊天之间的感情。该说该骂的都是她。啊！生气了？着急了？你现在所指责的和不满的，不恰恰都是你以前做过的事吗？你，哎，别急别急，还有呢。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，今天早上，昊天亲自把真真送回家来。哎呀，他看真真的那个眼神那么的热切，分明就是他心里只有真真，深爱着真真。我劝你趁早死心吧，啊！是昊天把真真送回去的。莫非他们整晚都在一起？你看起来好多了。好多了，谢谢关心。谢什么？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。哦，你坐吧，请坐。怎么样？你们结婚证领了没有啊？顺不顺利？啊，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我跟友善摊牌了，能做我妻子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你。你别傻了，我们两个都已经离婚了。再说，我现在也已经有华森了，我是不可能再嫁给你的。华森都跟我说了，他是你的医生，并不是男朋友。我真傻，那时候怎么会相信你的话，相信你有男朋友？我应该知道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，不会爱上别人，就跟你一样。大安呢？他是你永远都无法割舍的亲情啊。而我和友善，就好像一个天平的两端，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公平地对待每一方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我不想再跟你们纠缠下去了。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。以前是我太优柔寡断，才会伤了你的心。但从现在起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感情。如果友善
还要用安安来威胁我的话，那我会跟他说，我的生命是因为有真真才会完整，即使牺牲性命，我也愿意。干嘛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？那你是肯原谅我了？谁说的？谁说我除了你以外就不能有别人了？我从小到大还没有尝试过被其他人追求的滋味呢。好，那我就重新追你，一定要把你追到我身边。好啊，不过你要先留校察看，我可没说要原谅你哦。对了，友善最近情绪很不好，我担心他会来找你麻烦，小心点。这个你放心吧，反正我有秀兰阿姨陪着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。哎，对了，秀兰阿姨刚才出门也没说去哪儿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怎么了？短信，我记得刚才友善跟我说什么短信。我要和你见面，地点是观音山后山。天哪！难道秀兰阿姨代替你去赴约？友善最近情绪很不好，我担心她会找你麻烦。啊，对啊，短信。我记得刚才友善跟我说什么短信。我要和你见面，地点是观音山后山。难道秀兰阿姨代替你去赴约了？有可能。你刚才不是说友善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吗？万一他对秀兰阿姨怎么办啊？走，我们现在过去看看。哦。昊天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过你，你只不过是一厢情愿，不敢面对现实罢了。一定要拆散人家恩爱夫妻，结果怎么样？白忙活一场。你这么做不但可笑，而且可耻。简直把夏家的脸都给丢尽了！不要再说了，我不相信你，我一定会去找杨真真问清楚。给我让开！不会让你再去打扰真真的。我就是要去问清楚，杨真真到底有多不要脸！给我让开！不要脸的是你！你不要以为真真没有杨柳了就没人疼没人爱了，今后只要有我在，你休想再碰真真一下！放开！这不要脸的狐狸精，看不清了怎么收拾你！干什么你？为什么打我女儿？我打的就是他。他是你？怎么样？她就是我女儿。好你个夏友善，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冒牌的，还这么欺负我们家真真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！你别再碰她！教训你！这个不要脸的，我让你欺负真真！怎么办？快！二货，我让你嚣张！我打死你！我放开我！秀兰阿姨，秀兰阿姨！秀兰！
秀兰阿姨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她了。珍珍，别担心，你自己也才刚好，她不会有事的。秀兰好像伤得不轻啊！来，别再惹事了，马上走吧。怕什么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可他被你推下去是事实啊！别让他们听到了，会报警的，来抓我们的。走。有山。夏雨山，你别走。我问你，我秀兰阿姨到底跟你有多少的深仇大恨？你为什么要伤害她？是她先打我，我才推她的，而且是她自己没有站稳才掉下去的。对啊，她不是故意的，是你秀兰阿姨自己没有站好，自己滑下去的。你闭嘴！我可告诉你们，我可是亲眼看到你把秀兰阿姨推下去的，你们居然还敢睁着眼说瞎话！那又怎样？杨真真，要不是你从中挑拨，让昊天反悔跟我结婚，我会找你谈判吗？如果不是你不敢赴约，让秀兰阿姨去那儿赴约，她会掉下山崖吗？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都要怪你。先是你妈，后是秀兰阿姨，每一个长辈都替你戴罪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夏雨山，你一次一次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，你怎么这么卑鄙呀你！真真，放手啊！你干嘛呀？真真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好欺负的杨真真了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，不会再替你背负所有的罪了。真真，华森都跟我说了，秀兰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跌落山崖，撞到头，在里面做检查。是你把她推下去的？啊不，姐夫，是我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不过我也不是故意推的，是他自己没有站好，我手一滑，你再说，我跟昊天都亲眼看到是夏有善推我阿姨下去的，你还敢替他顶罪？爸，我真的是不小心的，而且是他先打我，我才推他的。你给我闭嘴！真真，你别担心，秀鸾的医药费我全部负担，我会为她请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疗。夏董事长，你以为钱可以化解一切吗？你伤了人，现在又拿钱来给他治伤，你就这么教育你的女儿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真心诚意的替友善向你和秀鸾道歉。爸，你为什么要替我道歉呢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友善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你不会再找真真的麻烦，你会好好善待她。你刚刚说完的话你就忘了吗？要是杨真真不破坏我的婚姻，不抢走昊天，我会找她麻烦吗？你还狡辩！你凭什么打我？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我打你是便宜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夏雨山，如果秀兰阿姨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一定会告你杀人，告你告到底。你少天真了，你以为以你的片面之词就可以告到我吗？夏雨山，天真的是你吧？你推我秀兰阿姨下去的时候，证人不止我一个，还有2个人。甚至等我秀兰阿姨醒了之后，她可以亲自来指认你。你以为你做了这么多错事，你就不该付出代价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想这样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你再说你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敢说？好了，友善，快跟真真说对不起，快道歉，别让她去告你啊！道歉有用吗？你不用给我道歉。我告诉你，夏有山，我忍你忍了够久了，我甚至因为你，我跟昊天离婚来成全你。可是你根本就不值得我为你这么做，是你逼我，我不可能再把昊天让给你。你。
哪位是王秀鸾的家属？医生，我是，怎么样？他醒了没有？哎，你别担心，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呢，仍然还在昏迷当中，可能有些脑震荡的现象。我们已经安排了一间病房，让他暂时到里面观察一段时间。你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哎，不客气。夏有善，你以为没有出人命，我就会放过你吗？我告你告定了。哎，珍珍，我也去。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再说，我秀兰阿姨不会想看到你的。你还是回家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好女儿。还有，帮她找一个好律师。刘禅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跟珍珍求情。不用了。秀鸾受伤是不是你造成的？阿姐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我没问你，我问他，你给我说清楚，秀鸾受伤是不是你害的？还不都是他害的？他当着秀兰阿姨的面说我是他女儿，所以我才会……你说什么？秀兰她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？对呀，现在秀兰阿姨正昏迷着，如果她醒来，她一定会跟杨真真说的。妈，怎么办呢？你现在知道问该怎么办了？我当初怎么说你的？你就是不听我劝。阿姐，如果你要怪的话，就全怪我好了。有山他真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你一定要帮助他。你这次如果要不帮他的话，他真的就惨了。妈，别难过了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秀兰阿姨伤势不重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也不知道女人的身体里到底装了多少水，有流不干的眼泪。华森，你这支雪茄是哪里来的？我刚在医院地上捡的，也不知道谁乱扔烟头。哎，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。什么味道？就是这个味道，没错。当时小安被带走的时候，我就是闻到了这种味道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可是烟草的味道有很多种，你怎么确认就是这个雪茄的味道呢？我不可能记错的。我当时眼睛看不到，所以我的嗅觉跟听觉都非常灵敏。华森，你是说这支雪茄是在医院的地上捡到的，是吗？应该是有山舅舅刚才劝架掉的吧？全部都是我做的，我自己把孩子丢到公园，亲手把安大腿掐chết，你以为这些我都愿意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在我出事以前，友善曾经亲口跟我说过，当时是他把安安带走的，是他把安安腿上掐出大片淤青的。我现在就去揭穿他的真面目，我要杀郑松，再也不能保护他。我现在就去。珍珍，单凭友善说这几句话，你怎么能证明是友善做的呢？
况且这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。我不管什么事情过得久不久，如果我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他永远对我都不会停手，永远都会伤害我的亲人。珍珍，我知道有善伤害你的事，但他做的每件错事，都随着时间浮上台面。你难道真的不能和他好好谈谈吗？一定要找他报复不可吗？什么叫报复啊？我只是想讨回公道而已。秀兰阿姨，秀兰阿姨，你醒了？你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去帮你叫医生啊！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哎呦，就是有点皮外伤而已，死不了人的啊。秀兰阿姨，不要讲那个字，我不要听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不讲就不讲啊，反正阿姨呀，死不了的。秀兰阿姨，你放心吧，夏有善对你做的所有行为，我一定都会帮你讨回公道的。珍珍，你别这么说，有善她再怎么说都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。亲姐妹，很好笑啊。那我问你，她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她把我当成亲姐妹了吗？干什么你？为什么打我女儿？我打的就是你。他是你。怎么样？她就是我女儿。我跟夏有善在争执的时候，我听见于成威在喊夏有善女儿。秀兰阿姨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有善跟你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，她是于成威的女儿。你确定你没有听错吗？那时候我还没有昏迷，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他就是那么跟我说的。你不要打我的女儿。对。然后，他俩说完这句话，这脸一下子变了颜色。哎呀，说不定他们就是想灭口才推我下山的。哎，珍珍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没事，死不了。哎呦，你真的非走不可吗？我只是出国进修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怎么，担心我？我好不容易有个哥哥，当然不希望你走了。我只是去一阵子，随时都会回来呀。不过这段时间，家里可能要麻烦你了。奶奶休息了，那我去忙了。你们都要结婚了，应该把时间留给你们。燕哥，我一会儿也回去。喂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现在就回去，马上就回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姐她把珍珍的阿姨推下山坡，害她受伤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爸妈现在心情一定很乱，我现在马上就回去陪他们。我跟你去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心里也很乱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下。哎，让他静一静吧。我是他未婚夫，也算是夏家的一份子，我应该过去帮忙看看啊，顺便可以劝劝有善，她们毕竟是亲姐妹，没有必要老找珍珍麻烦嘛。她们不是亲姐妹，有善不是夏家的小孩，她是董事长收养的，算是天美的表姐，所以她们不是亲姐妹。天美的事，严哥居然比我还清楚。来了，来，
珍珍，这是谁的？谁的？哦，太太说有扇穿不着，让我拿去送人。珍珍，珍珍姐，珍珍，你怎么来了？秀兰好些了吗？秀兰阿姨好得很，她已经醒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对你来说当然好，没有出人命，你就又可以出来粉饰太平了，是不是？珍珍姐，爸爸没有这个意思。什么爸爸？你说谁爸爸？你问问他，他有资格当我爸爸吗？珍珍，你别这样。你不是一直口口声声的说，你对不起我跟我妈妈吗？你不是一直要补偿我的吗？可是你却是为了别人家的女儿，一直来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你就是这样补偿我的，啊？你这个伪君子，你根本不配当我爸爸。珍珍姐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爸爸一直守护着友善姐，是因为他不想让她的心里变得更加不平衡，不想让她再做更多的错事。爸爸选择把秘密保守下去，不说出来，是因为他以为无怨无悔的爱着她，就能够改变她，让她变得更加好起来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因为这些事情，而让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受到伤害。天美，原来你也知道夏友善不是你的亲姐姐。珍珍，原来如此，原来你们全家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。夏友善根本不是我的亲妹妹。可是你们却联合起来欺骗我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么做对我公平吗？珍珍，珍珍，你听我说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友善，他刚一出生就是身体缺陷，他父母又不愿意照顾他，我作为他的姑姑没办法，只好让你爸爸收养他。所以夏友善根本就不应该姓夏，她根本就不是夏家的千金，她是冒牌的夏家千金。是的，友善是跟我们夏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但是你爸爸他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是我没有把她管教好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要怪你就怪我吧，千万不要怪你爸爸。好吗，珍珍？他真的就没有错吗？这些年来，夏友善住在这么高级的房子里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即使他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他都可以到基金会去当经理人。他代言了幸福地产，他有父母的疼爱，他有万众羡慕的目光，她根本就是一个天之娇女。我呢，从小到大是我妈妈一碗一碗鸡肉饭把我抚养长大的。一到了夏天，妈妈就在那狭小的厨房里面，天气热得慌，她浑身上下的衣服没有一点是干的。一到冬天，妈妈的手就会冻伤，
水里洗碗。我呢，那个时候在上学，我每天放了学就要赶回家去洗碗端盘子，因为我必须自食其力，才可以赚到钱，才可以养家养妈妈。更讽刺的是，夏有善今天的一切，本来都是应该属于我杨真真的。你放着你亲生女儿不管不顾，却为了一个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儿，一次一次来伤害我。我问你，你于心何忍？你配当我爸爸吗？你有那个脸面去面对我九泉之下的母亲吗？我有的时候真的就在想，如果这天底下还真的有我亲生爸爸的话，他知道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受了这么多的伤害，他会怎么来保护我、呵护我，怎么去爱我？认识这只雪茄吗？这只雪茄是刚才在医院的地上捡到的。当初小安安被抱走的时候，客厅里留下的烟草味和这只雪茄是一模一样。也多亏了有这只雪茄，才让我知道到底是谁抱走了小安安，也就是这只雪茄的主人夏有善的亲生父亲于成威。这杨真真，你可不要胡说啊！抽这种雪茄的人多的是。哎，你凭什么因为这个就说小安安是我抱走的呢？好啊，你嫌证据不足，我还有。看到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夏有善的旧衣服。这套衣服和抱走安安当天我穿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当时我的眼睛看不到，但你们应该有印象吧？我当天穿的就是这套衣服。我被污蔑，是我抱走安安的时候也是穿的这套衣服。啊，是啊，安安，就是她扔孩子的那个女人，跟她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。一个清洁工阿姨说，她亲眼看到，当时抱走孩子的人就穿了这套衣服。知道这一切证明什么吗？证明抱走孩子的人是跟我穿一模一样衣服的女人，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夏有善。一个清洁工阿姨说，她亲眼看到，当时抱走孩子的人穿的就是这套衣服。知道这一切证明什么吗？证明抱走孩子的人是跟我穿着一模一样衣服的女人，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夏有善。有善，我问你，真真说安安腿上的淤青是你掐的，是真的吗？有善，你跟我说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爸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
证据都在眼前，你还要狡辩吗？好，你不承认没关系，我会带着这些物证去派出所，让他们亲自侦办。姐，你到底有没有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不用看，我为了你，退让的已经够多了。我可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不承认的话，那我就是一个字：告。安腿上的淤青，是我掐的，是我陷害真真的。有善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那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下得了毒手啊？啊！妈，爸，请你们原谅我，我是有苦衷的。昊天，昊天，我这样做都是有苦衷的，你相信我。把安掐成那样，叫做不得已，叫做有苦衷。为人父母的人，是宁愿自己受伤害，也不肯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的。昊天，我这么做也是希望给安一个完整的家，给她一个爸爸。我真的是有苦衷。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的好女儿。她不仅来陷害我，还抢走我的丈夫。她甚至亲口承认，我妈妈的死不是意外，不是车祸，是婚礼当天，我妈妈到秘密基地去找她。他把我妈妈推到地上，头撞到了柜子，受了重伤才过世的。你还说我？那你呢？你在结婚之前明明知道我对昊天的心意，你却还是坚持不放弃。你最后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报应。夏有山，我看你还是没有一点悔意，那你就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点代价。走，跟我去派出所。走。不要啊！你不要啊！听我说，所有的事儿，那跟有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干的，安安是我抱走的，就连当初绑架你的人也是我找的。这一切都跟有善没有关系，都是我安排的啊！你放过他吧，啊，放过可怜命苦的有善吧。你说他命苦，那我呢？我妈妈呢？我受了安姨呢？我们全家人的命都那么不值钱吗？夏有山，你今天必须跟我走。走！不要！真真，别！不要，真真！我告诉你们，所有人都不要再说了。我心意已决，今天夏有山跟我走定了。走！不要带车走！走吧！谁说要带车走啊？真真，你听我说，你恨我也好，怪我也好，纵使有善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她毕竟是我抚养了20多年的女儿。我最后一次恳请你，请你原谅有善吧。我一定让他离开你，也离开昊天。我保证他以后永远不会再来干扰你们的，好吗？瞧瞧你们这对父母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
你们就是这么宠溺孩子的吗？你们就是可以宠溺到他胡作非为、不分是非吗？如果一个人他有天生的残缺不幸，他就要利用这个，让所有人都拿出同情心，就要利用大家对他的同情心去胡作非为。你们知道这同情意味着什么吗？是为虎作伥。你们就是这样被夏有善利用来伤害我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心中的慈悲，都变成了刽子手手中的利刃，一刀一刀刻在我的心里，把我的人生一步一步凌迟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真真，你本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让你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，自己也会很痛苦。你现在的眼泪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现在这样对友善，但你心里面其实还是一样的痛，不是吗？我没办法，我妈妈死了。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对不起她，我对不起她。走，来，姐夫，哎，看姐夫，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，姐夫？哎，姐夫，郑总。哎呀，跪下！你不用喊我，我没把你教好，没资格让你喊我一声爸。我没有脸再来见你了。友善他这样对你，现在我把他带到这儿来给你赔罪。如果你愿意原谅他，我就谢谢你；如果你不肯原谅他，那就让他一直在这儿跪着。爸，人死是不能复生的，杨柳阿姨已经死了，你让她怎么原谅我？你说的没错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所以你犯下了是你这辈子永远都弥补不了的错误。为什么你就不能想一想我们对你的用心呢？人家真真这辈子应该得到的父爱和荣耀，其实早就让你给占据了。你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呢？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用跟我说了，你跟杨柳说去，只要他肯原谅你，你就可以站起来。杨柳阿姨，对不起。都怪我鬼迷心窍，都怪我不懂事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伤害你。我那天只是一时冲动，一时情急要阻拦你。我只是想要得到昊天，不知道为什么爱情会让人这么贪婪。我以为得到昊天，
就可以得到全世界。杨柳阿姨，对不起。杨柳阿姨，你为了爱我爸爸，为了为我爸爸生下珍珍姐，你宁可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，宁可一辈子都守着鸡肉饭店，也要把珍珍姐养大。你不也跟我姐一样，都是为了爱情而犯傻的女人吗？你才应该是最了解我姐的人。杨柳阿姨，求求你，原谅我姐，好不好？天梅，如果我妈妈现在还活着的话，凭她善良的性格，我相信她怎么也会替你说两句好话。可是，她因为你已经不在了。还有，你不要以为让夏有善在我妈妈的墓前哭诉，祈求她的原谅，就可以得到我的谅解，就可以让我忘了我妈妈已经死了的事实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那你就想错了。我没有这样想过，我只是希望有善能够真正彻底的悔悟，真心诚意的向你妈妈忏悔。口说无凭，我看，不如让他在监狱里好好的待着，好好的反省反省。珍珍，难道你真的认为，只有让友善坐牢才是真正惩罚他的最好方法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只会让你们的仇恨延续，只会让你们两个人的纠结越结越深呢？难道你真的希望你们两个就这样斗下去吗？是啊，珍珍，你不要让仇恨遮蔽了你的眼睛。我们都知道，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。善良又怎么了？谁告诉你善良的人就要善良的活下去？别人对你造成的痛苦和伤害，你都要宽容的谅解吗？我告诉你，夏有善已经给我带来够多的痛苦了，我已经得到教训了。所以从今往后，不管任何人再对我有任何的伤害，我一定会加倍的偿还。珍珍，不是我在替谁说话，但我希望所有的痛苦都在这里结束，还给大家一个平静的生活。毕竟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昊天说的对，我爸已经让姐来给杨柳阿姨道歉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告他？可不可以原谅我姐啊？原谅他吧，珍珍。不，珍珍小姐，你原谅友善吧，他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他绝对不会再打扰你和昊天的生活，我们会拦着他的。你再原谅他一次吧。怎么？你们大家都不希望我告他？好，我不告他可以，但是我有3个条件。啊，可以，你尽管说，不管多少个条件，我们都可以答应。第一，我要夏有善立刻离开夏家。第二，我要夏有善公开登报承认他不是夏家的千金。第三，我要夏有善写下保证书，从此放弃安安的抚养权和监护权，从今天消失，从我和昊天的生活中永远消失。
姐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休想，杨真真！我绝对不会放弃安安的抚养权的，绝对不！好啊，你不答应也可以，你不答应我就去告你。等你进了监狱，你还是要放弃安安，有什么区别吗？杨真真，你果然变了，你变得好狠。我狠，那我请问你，是谁把我逼到今天这一步的？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。如果这3个条件你们有一样做不到的话，我就会把夏有善告到底。